上期讲到，曹操占据了兖州，那么袁绍和袁术等人分别占据哪里呢？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在正史里是如何记载的？他们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的成长史及袁绍与袁术争霸。曹操虽然占据了兖州，但此时天下最具实力的当属袁绍和袁术。袁绍之前是渤海郡太守，韩馥是冀州牧，是袁绍的顶头上司。可是韩馥既是袁氏的门生，袁绍又是讨董联军的盟主，因此韩馥非常忌惮袁绍，担心袁绍抢他的位置。于是他故意削减袁绍的军粮，迫使袁绍的部众离散。事实上，袁绍早就想独霸冀州了。正在这时，韩馥的部下曲义叛变，袁绍便趁机与曲义结盟。之后，他又听从庞纪的建议，暗中指使公孙瓒攻打冀州。公孙瓒率军攻打安平县，韩馥抵抗不住，非常的恐慌。袁绍派人游说韩馥说，如果袁绍和公孙瓒联手，你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不如你把冀州让给袁绍。这样的话，一方面你有了让贤之名，袁绍一定会感谢你；另一方面，公孙瓒也会退兵，你的安危也就有了保证。韩馥本就性格懦弱，恩威并施之下，竟然主动地将冀州让给了袁绍。袁绍封他为奋威将军，一个既无兵又无权的空闲，韩馥只好去投奔张邈。有一次，袁绍派遣使者去见张邈，两人只是当着韩馥的面耳语了几句。韩馥以为他们在密谋杀害自己，终日惶恐不安，不久后在厕所里自刎而死。至此，袁绍带领冀州牧得到了整个冀州。再来看袁术，190年，他上表朝廷，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，然后让他率军出征，讨伐董卓，他自己则负责给孙坚提供粮草。孙坚一举击败了胡轸和吕布，斩杀华雄，攻入了洛阳，名声大振。这让袁绍非常的担心，袁术不仅占据着南阳郡，还得到了豫州，孙坚又率先攻入了洛阳城，无论是功勋还是实力，都已超过了他这个盟主。于是他不等孙坚返回豫州，就立即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，并偷袭豫州的阳城。可是孙坚返回后疯狂的反扑，周昂哪里是他的对手，战败后逃往了扬州。至此，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便彻底的翻脸了。为了对付袁绍，袁术联合了公孙瓒和陶谦，三面包围袁绍，袁绍则联合了刘表和曹操，南北钳制袁术。至此，两大阵营正式形成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袁绍的盟军刘表和陶谦。刘表，字景升，山阳郡高平人，即今天山东省微山县人，西汉鲁公王刘虞的后代，属于汉室宗亲。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斩杀后，董卓便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。刘表上任后，将荆州的治所从江陵迁到了襄阳。陶谦，字公祖，丹阳郡人，即今天安徽当涂人。他的父亲曾担任过余姚县县长，但他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。14岁时，苍梧太守甘公见陶谦相貌不凡，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之后，他被举茂才，拜为尚书郎，又先后出任过舒县和卢县的县令。188年10月，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复起，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，率军镇压黄巾军。再来看袁术的盟友公孙瓒。公孙瓒，字伯圭，辽西令之人，即今天河北迁安人。他虽然出身贵族，但由于母亲地位卑贱，所以只能担任主办文书的左吏。因其长相俊美，才智过人，受到了太守的赏识，被招为女婿。在其岳父的资助下，他与刘备和刘德然等人前往卢植的门下学习。之后，他被举孝廉，担任辽东郡的长史，之后又任命为涿县的县令。191年，青州的黄巾军聚众30万人攻打渤海郡，公孙瓒率领2万步骑兵，在东光县以南大破黄巾军，斩首3万余人。黄巾军丢掉辎重，准备渡河撤退，可当他们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，公孙瓒突然率众出击，黄巾军再次大败，死伤了数万人，7万多人被俘，车甲财物无数。经此一战，公孙瓒名声大振。当年与公孙瓒一起在卢植门下学习的，还有刘备和刘德然。刘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，即今天河北省涿州市大树楼桑村人。
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，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，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长。他喜好酒色，子孙竟然有120余人。刘胜的儿子刘桢被封为潞城亭侯，其封地就在涿郡的涿县，因此他们这一支就一直在涿县安家，并逐渐发展了起来。据考证，刘备是中山靖王的第17代玄孙，按照辈分，汉献帝刘协都要管他叫一声皇叔，因此大家都叫他为刘皇叔。家族发展到他祖父刘雄这一辈时，没有了侯爵，只是举孝廉，任命为东郡范县的一名县令。到他的父亲刘弘这一辈时，由于父亲早亡，他只能和母亲以编织草席和贩卖草鞋为生。15岁时，母亲让他与同宗的刘德然以及辽西人公孙瓒一同跟随当代大儒，同是涿县人的卢植学习。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经常资助刘备，将他和刘德然同等对待。但刘备不爱读书，也不爱说话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他喜欢结交豪杰，当地的豪侠都争相依附刘备。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24岁的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，关羽和张飞也加入其中，开始镇压黄巾军。关羽字云长，河东郡谢县人，即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谢州镇人。早年因为犯了事，逃离家乡，流落到幽州的涿郡，加入了刘备的义勇军。张飞字翼德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写为翼德，幽州涿郡人，即今天河北保定涿州市人。至于《三国演义》里所描写的桃园三结义片段，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。188年，他们又参与了镇压张纯的叛乱。战争结束后，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县县尉。后来，朝廷要淘汰一部分官吏，涿郡的督邮准备遣散刘备。刘备得知后想求见督邮，但督邮不肯见他，刘备便怀恨在心，将督邮绑起来，狠狠地打了200皮鞭后，与关羽和张飞弃官而逃。后来，朝廷在丹阳募兵，丹阳即今天江苏省丹阳市。刘关张三兄弟在这里应召入伍，之后他们在下邳与盗贼的战斗中立有战功，刘备被任命为下密县县丞，之后又做过高唐县县尉以及高唐县县令。然而不久后，高唐县被盗贼攻破，刘备无处可去，只能去投奔他的老同学公孙瓒。公孙瓒将他任命为别部司马。从此，他们三兄弟便在公孙瓒的军中开始效力。191年，袁绍和袁术的2大阵营已经形成，袁术率先向袁绍发起攻击。他让孙坚率军驻守在阳城，袁绍得知后，便派周昂率军前去攻打。袁术担心孙坚防守不住，此时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越刚好率领1000余骑兵在袁术的军中，于是他便派公孙越前去支援。结果在战斗中，公孙越被刘建射中后当场毙命。公孙瓒得知后非常的愤怒，他立即给朝廷上表，列出了袁绍的10条罪状，之后发兵前往广宗城，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以东8公里处，准备讨伐袁绍。面对袁术和公孙瓒的共同进攻，袁绍非常的恐慌，连忙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任命为渤海太守，以求和公孙瓒达成和解。然而公孙范得到了渤海郡的兵力后，立即背叛袁绍，与公孙瓒的大军会合，共同去攻打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。他们一路势如破竹，一直打到了界桥，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以东11.5公里处。接着他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，田楷为青州刺史，并重新任命了各地的郡守和县令。冀州的长吏们都望风响应公孙瓒。此时袁绍的大军驻守在广川县，即今天河北省枣强县东北，与公孙瓒只相距20余里，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。公孙瓒率先发起攻击，他将2万步兵排成方阵，5000骑兵配合在两翼向前推进。袁绍则让曲义率领800精兵在中间，1000余名强弩兵排在两翼前往迎击。公孙瓒见袁绍的兵力如此之少，便让骑兵纵马出击。然而曲义让士兵们伏于准下，等公孙瓒的骑兵到达10步之内后，一起发起攻击，公孙瓒大败，严纲战死。曲义率军追击，一直追到了界桥。公孙瓒率军还击，再次大败。袁绍命令崔居业率兵攻打公孙瓒的固安县，
但久攻不下，引军南归的时候，在拒马水被公孙瓒大军追上，斩杀了7、8千人后，大败而逃。公孙瓒趁机攻克各郡县，一直打到了平原县。他让青州刺史田楷占据齐国，任命刘备为平原县县令，之后又任命他为平原国国相。192年，公孙瓒让刘备驻守高唐，单京驻守平原，他自己则率军前往龙凑攻打袁绍。龙凑即今天山东省德州市东北，结果再次战败，只得退回幽州，不再出兵。此时，黄巾军率众攻打北海国，北海相孔融抵挡不住，派人向刘备求救。孔融，字文举，鲁国人，即今天山东曲阜人，东汉末年的名士，建安七子之一，孔子的20世孙，《三字经》里孔融让梨的故事，说的就是他。刘备收到消息后，惊讶地说道：“没想到北海相孔融居然知道我刘备的存在。”于是刘备立即派遣3000精兵前去支援。黄巾军听闻援军正在赶来，吓得连忙撤退。最终孔融得以解围，刘备则与田楷都驻守于齐地。至此，袁绍与袁术的第1轮对战就此结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上期讲到，袁术与公孙瓒和陶谦结盟，袁绍则拉拢了刘表和曹操，两大阵营的第一次战役爆发。袁术和公孙瓒进攻袁绍失败。那么接下来，袁术攻打刘表，曹操2次进攻陶谦的战役又会如何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孙坚英年早逝及曹操为父报仇。192年，袁术派遣孙坚去攻打荆州的刘表，刘表则派黄祖在樊城和邓县一带迎战，可黄祖抵挡不住，战败而归。孙坚则一路追击，率军渡过汉水，包围了襄城。刘表惶恐不安，不敢出城迎战，派黄祖趁夜出城去调集各郡的援军。黄祖目击到士兵后，率军前来解救襄城，结果再次战败，只好逃进襄城西南的县山，埋伏在树林之中。孙坚在追击的过程中，黄祖的部下从树林中发射暗箭，孙坚中箭身亡。至此，一代猛将就此陨落，终年38岁。这一年，孙坚的长子孙策年仅18岁，次子孙权只有11岁。孙坚的部众则在侄子孙贲的率领下投奔了袁术。袁术上表举荐孙贲为豫州刺史。孙坚死后，刘表趁机切断了袁术的粮道，使其无法继续盘踞在南阳郡，只能向豫州方向迁移。这时，袁术觉得既然打不过刘表，那就去攻打兖州的曹操。193年，袁术率军前往兖州的陈留郡，将大军主力驻扎在丰丘县。之后，他派刘翔率部屯守于匡亭，即今天河南省长垣县西南。同时，他联合了黑山军和南匈奴，准备合兵攻打曹操。曹操此时屯兵于鄄城，即今天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以北的旧城镇。他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匡亭迎战，让徐豫和曹植去联络其他各郡的兵马，然后前往丰丘会合，对袁术形成合围之势。匡亭之战爆发。最后，兵力占据优势的袁术联军竟然战败，退回了丰丘。曹操继续攻打，袁术便退往太守。曹操决渠灌城，再次击破了袁术。袁术只能放弃攻打兖州，退往豫州的宁陵，可曹操还是不肯放过，袁术只能率军前往沛国。沛国的国相袁忠是袁绍和袁术的堂兄弟，同时沛国归豫州管辖，因此他只能接纳袁术。可袁术到达这里后，觉得还是抵挡不住曹操的大军，不如直接前往淮河以南的扬州。扬州刺史陈宇是袁术上表任命的，他此时占据着寿春，于是袁术便长途跋涉，决定前往寿春投靠陈宇。曹操见袁术直接逃出了豫州，便率军返回了定陶，在这里他又收编了当地的豪族李乾和李典叔侄。袁术走后，豫州便出现了权力真空，这让袁术的盟友陶谦看到了机会。首先，袁术走后，沛相袁忠心里不安，他既担心曹操前来讨伐，又担心袁绍会记恨他收留了袁术，惶恐之下，直接弃官而逃，前往扬州的会稽郡投靠了王朗。陶谦得知后，不顾与袁术的同盟之情，立即任命陈规为沛相，霸占了沛国。同时，汝南太守徐求与陶谦的关系要好，也投靠了陶谦。
至此，陶谦实力大增，便有了占据兖州和豫州的野心。193年6月，下邳国有个叫阙宣的人，聚集了数千人，就敢自称天子。虽然有些荒唐，可陶谦却看到了机会，他立即与阙宣结盟，共同发兵前去攻打兖州。他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去攻打泰山郡，一路去攻打任城。两路大军准备在东平国会师，然后再攻打兖州的腹地，彻底抢占曹操的地盘。泰山郡的太守殷绍原本是陶谦的盟友，可曹操被任命为兖州刺史后，便投靠了曹操，这让陶谦非常不满。因此，此次出兵，他决定连殷绍一起打。他们迅速地攻下了泰山郡的华县和费县，接着便准备前往东平国，继续向兖州的腹地进攻。曹操此时刚刚结束了与袁术的战斗，元气尚未恢复，驻守在定陶休整。陶谦便大举进犯而来，让他忧心忡忡。陶谦此时实力强盛，如果出战，他没有十足的把握；可是不出战，兖州有可能保不住，所以他决定不走寻常路，再来一次围魏救赵。大军出发前，他告诉自己的夫人，如果此战我不能回来，你们就去投靠陈留太守张邈。之后他便兵分两路出击，一路由曹仁率领骑兵前往泰山郡阻击陶谦，一路则由他亲自率领从济阴郡南下，顺着泗水直接去攻打彭城。大军到达广七城时，他派于禁率军出击，迅速地攻陷了城池，之后又顺利地拿下了刘县，兵锋直指彭城。此时曹仁也击败了陶谦的部将吕游，率军前来彭城与曹操会师。曹操的这个打法是陶谦万万没想到的，他立即放弃攻打兖州，亲自率领主力回援。但是他仗着自己兵强马壮，并不把曹操放在眼里。回到彭城后，他并没有利用坚固的城墙防守，而是将大军开到泗水之滨，与曹军展开了激战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曹操虽然兵少，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，没多久陶谦的大军就抵挡不住，开始溃败了。然而彭城的城门狭窄，败军太多，一时挤不进去，只好渡过泗水向东逃窜。可是曹军紧追不放，导致渡河的时候，陶谦的上万士兵被淹死在泗水之中。过河之后，他们逃进了东边的富阳城，即今天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南。结果富阳城依然防守不住，陶谦只好率众退回了郯城，并且向公孙瓒发出了求救。公孙瓒立即派青州刺史田楷和平原国相刘备前来支援。曹操率军攻打了几天后，发现郯城城防坚固，短时间内无法攻下。此时他的军粮已经不多了，听闻田楷和刘备又赶来支援，他觉得继续攻打下去胜算不大，便准备引军回撤。然而在撤军的途中，曹操竟然下发了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：屠城。他们陆续攻陷了居陵、夏丘、曲律等5座城池，每攻下1座城池，他就下令将城池夷为平地，城里的男女老少全被屠杀。结果此战中，几十万的徐州百姓死于非命，尸体堵住了河流，泗水为之断流。就这样，曹操一边撤军，一边屠杀，所过之处鸡狗不留，血流成河，徐州的大地上哀嚎遍野。曹操走后，田楷返回了青州，刘备则留下来继续帮助陶谦抵抗曹操，这让陶谦非常的感动，他立即上奏朝廷，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，屯驻于小沛，即今天江苏省沛县。自此，刘备也正式的成为了一方诸侯。曹操和陶谦奋力击杀的时候，袁术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他趁陶谦战败之机，反过来争夺陶谦的地盘，对昔日的盟友下手了。他自封为徐州伯，任命孙策的舅舅吴景为广陵太守，去攻打徐州的淮南地区；任命舒仲英为沛相，去攻打豫州的沛国。接着，他又逼走了汝南太守徐求，任命孙坚的同族子弟孙襄为汝南太守。就这样，他再次崛起，控制了扬州、徐州、豫州的部分地区。此时，曹操的父亲曹嵩正在琅琊国避难，琅琊国是陶谦的地盘，因此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决定和小儿子曹德一起前往兖州。他积攒的财物众多，随行的辎重竟然有100多车。然而当他们走到泰山郡的时候，被害身亡。
关于他的死因有2种说法。按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的记载，曹操让泰山郡的太守殷绍前往迎接，可还没等殷绍赶到，曹嵩和曹德就被陶谦派去的人给杀害了。而《吴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则记载，陶谦派部将张凯护送曹嵩，但张凯贪图曹嵩的财物，将其杀害。曹操得知父亲被害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。194年，他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，准备再次发兵攻打陶谦。他留下荀彧和程昱驻守鄄城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往泰山郡。他将大军驻扎在凤高，即今天泰安市东。殷绍得知后，担心曹操怪罪他没有接到曹嵩，导致曹嵩被杀，于是便弃关而逃，投靠了袁绍。曹操派曹仁去攻打被陶谦占领的费县和华县，之后攻陷了琅琊国。然后曹操率领主力从凤高南下，直抵郯城。所过之处依然是烧杀掳掠，大肆的屠杀，徐州的百姓则纷纷的逃亡。在琅琊国的阳都，即今天山东省沂南县专部镇孙家黄团村的诸葛玄，也带着家人以及2个侄子，21岁的诸葛瑾以及年仅14岁的诸葛亮，慌忙地逃出徐州，去往了扬州的豫章郡。曹操到达郯城后，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他不去攻打郯城，而是将郯城周围的城池全部夷为平地，使郯城成为一座孤城。陶谦不得已，只能出城与曹操交战，刘备也从小沛出发，赶来支援陶谦。双方在郯城以东展开了激战，但依然不敌曹操，只能再次退入郯城固守。正当陶谦和刘备无计可施、生死存亡的时刻，突然从兖州传来了一个消息：当初为曹操收取兖州的陈宫，以及曹操的好友张邈，竟然背叛了曹操，共同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兖州各郡县纷纷地投靠了吕布，只剩下了鄄城以及范县和东阿，暂时被荀彧和程昱控制着。曹操得知后大吃一惊，如果他不赶紧回去救援，可能再也回不去兖州，彻底变得无家可归了。那么张邈和陈宫为何要背叛曹操？吕布又是如何来到兖州，还被推举为兖州牧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曹操正在攻打陶谦和刘备的时候，突然后院起火，陈宫和张邈竟然背叛了他，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那么陈宫和张邈为何要背叛曹操？吕布又是如何来到兖州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四处奔波，及荀彧和程昱固守3县。192年6月，李傕和郭汜攻入长安城后，吕布仅率领数百骑兵逃走，他们一路冲出武关，来到了南阳郡，投靠了袁术。由于董卓是袁氏灭族的仇人，而吕布刺杀了董卓，算是给袁氏报了仇，因此袁术对他还是格外的厚待。然而吕布仗着对袁氏有恩，放纵士兵胡作非为，在南阳郡大肆劫掠，引起了袁术的极大不满。吕布见袁术对他态度有变，深感不安，便带领属下离开了南阳郡，去往河内郡投靠张扬去了。张扬和吕布都是滨州人，之前还都是滨州刺史丁原的部下，因此算是老相识。可此时李傕到处悬赏吕布，张扬的部下都想杀掉吕布领赏。吕布得知后对张扬说：“我们都是滨州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功劳其实不会太大，不如你把我活着献给李傕，那么李傕一定会给你加官进爵的。”吕布自从刺杀了董卓后，名扬四海，他如此放低姿态地对待张扬，让张扬非常的感动，因此他表面上答应着李傕，可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吕布。可吕布还是有些担心，决定离开河内郡，继续北上，前往冀州去投靠袁绍。此时袁绍正在和黑山军的张飞燕交战，张飞燕的骑兵很难对付，袁绍便派吕布前去挑战。吕布带着他的数百名骑兵出战，面对黑山军的数千精骑，他们毫不惧怕，并且率军反复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最后在袁绍大军的配合下，成功的击退了黑山军，袁绍非常的开心。然而没多久，吕布兵匪的本性又暴露了，他再次放纵士兵四处劫掠，极大的影响了袁绍的声誉，而且吕布还提出了扩军的想法。袁绍这才发现吕布就是一匹喂不熟的狼，于是便对他起了杀心。
吕布也敏锐地嗅到了袁绍的敌意，便请求袁绍让他前往洛阳。袁绍假装答应吕布，还任命他为司隶校尉。临行前，袁绍安排了30名甲士，以送行的名义准备刺杀吕布。吕布没有推辞，安排他们住在自己的营帐里歇息，他自己则在军帐中饮酒，并让人鼓筝助兴，一晚上争声不断。半夜时分，30名甲士冲入军帐，准备刺杀吕布，结果吕布早已逃走了。他离开冀州后，准备再次投奔张扬。路过陈留郡的时候，他顺路去拜访了陈留太守张邈。张邈是曹操的至交，曹操第一次征伐陶谦的时候，对家人说：“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就去投靠张邈。”可见曹操是何等的信任他。张邈字孟卓，东平寿张人，即今天山东东平县人。袁绍被推举为盟主，讨伐董卓的时候，作为陈留太守的张邈便是众诸侯之一。他非常看不惯袁绍的傲慢，便经常直言责备，这让袁绍很不爽，就让曹操去杀了张邈。可曹操没有听从，还责备袁绍说：“张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应该同仇敌忾，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呢？”张邈得知此事后，非常的感激曹操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的亲密了。由此，他和吕布便都成了袁绍的敌人，两人见面后不免惺惺相惜了起来。临行前，两人还牵手盟誓，结为了知己。随后，吕布便前往河内郡投靠了张扬。可是吕布走后，张邈不免有些担心，他和吕布结盟，定会招来袁绍的不满。尽管他和曹操是盟友，可是此时曹操正在攻打陶谦，兖州空虚，袁绍要是借机来攻打他，那么他必定会失败。正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，陈宫竟然找到他，说服他背叛曹操。陈宫字公台，东郡武阳人，即今天山东莘县人。他足智多谋，与海内的名士交往甚密。当年兖州刺史刘岱征讨黄巾军战死后，兖州群龙无首。陈宫立即说服刘岱的旧部归附曹操，并和济北相鲍信等人共同推举曹操为兖州刺史。从此，他便成为了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。那么，他为何要背叛曹操呢？一方面，曹操打败黄巾军后，将几十万的黄巾军改造为自己的青州兵，然后他便将这些士兵及其家人都安置在了兖州，分给他们大量的土地。此举严重地损害了兖州贵族们的利益。其次，曹操重用荀彧和程昱等人，而对于兖州的名士，则不但不重用，还打压他们，比如边让。边让字文礼，是陈留郡郡沂县人，即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人。他是与孔融齐名的汉末名士，深受兖州士大夫们的敬仰。他曾出任过九江太守，之后弃官回乡隐居。他非常看不起阉宦之后的曹操，并经常挖苦和讽刺他，这让曹操非常的恼怒，就命令郡中的官员把边让给杀害了。此举再次引起了兖州士大夫们的不满。紧接着，曹操在徐州的屠城行为又给他们的心理增加了一层阴影。于是，陈宫便代表兖州的士大夫们，决定联合张邈、张邈的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以及许嗣、王凯等人背叛曹操。他对张邈说：“如今群雄并起，你拥有10万兵马，足以做个人中豪杰，何必要受曹操的控制呢？现在兖州空虚，吕布善战无敌，如果能将他迎来占据兖州，那么我们便有了纵横四海的大好良机。”张邈也觉得曹操与袁绍的关系要好，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听从袁绍，杀了自己。而吕布与袁绍是死敌，如果能迎来吕布，不仅可以解除袁曹之盟的危机，还能挥兵纵横，与袁绍对抗。就这样，他们一拍即合，决定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有了陈宫和张邈的牵头，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，吕布则顺势从河内郡来到了东郡的治所濮阳。此时，荀彧和程昱驻守在鄄城。荀彧字文若，颍川郡颍阴县人，即今天河南许昌人。年少时，何虞就称赞他有王佐之才，长大后被举孝廉，任命为守宫令。董卓执政后弃官归乡，率领宗族避难于冀州，被袁绍代为上宾。但他觉得袁绍难成大事，转而投奔了曹操，被曹操任命为司马。
程昱，字仲德，兖州东阿人，即今天山东省东阿县人。刘岱为兖州刺史的时候，拜他为骑都尉，但程昱以身体有病，推辞不就。曹操到达兖州后，请程昱出山，程昱立即就答应了。张邈为了稳住他俩，派人告诉徐彧说，吕布是来帮助曹操攻打陶谦的，请你们赶快为他供应粮草。可徐彧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计谋，立即命令军队加强防守，并让东郡太守夏侯惇率军赶回鄄城。此时鄄城里也有叛军响应陈宫，准备在城中集结叛乱。夏侯惇到达后，立即将叛军诛杀，鄄城才得以安宁。第二天，豫州刺史郭贡率领着数万人兵临城下，要求和徐彧会面。此时的官员比较混乱，朝廷一套，州郡一套。之前陶谦已经上表朝廷，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了，可此时却又出现了个豫州刺史。徐彧得知后准备出城，夏侯惇连忙阻拦说，对方意图不明，万一要是出现不测，可如何是好？可徐彧却说，郭贡和张邈他们素无来往，此次前来不过是来打探虚实的。如果我此时前去游说，他可能会保持中立；如果我不去，反而显得我们心虚，他就会因为恼怒而与我们为敌。于是徐彧便镇定自若地来到了郭贡的军营。郭贡见徐彧面色如初，毫无惧意，认为鄄城定是做好了防守，不易攻破，随后便引兵退走了。郭贡虽然走了，可兖州的情况并不乐观。各郡县已经尽归吕布，除了鄄城外，只剩下范县和东阿还没有收到响应吕布的消息。可就在这时，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，陈宫准备亲率大军去攻打东阿，派范蠡去攻打范县。如果这两座城池不保，那么鄄城就彻底沦为了孤城，距离城破也就不远了。于是徐彧连忙找来程昱，让他前去防守。程昱本就是东阿人，他离开鄄城后，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范县。此时范县的县令靳允已经有了动摇之意，原因是吕布已经将他的家人全都给抓走，扣为人质了。程昱告诉靳允，吕布粗鲁少亲，刚而无礼，就是个匹夫，陈宫等人也不过是利用他的勇猛，并不会尽心地辅佐他，所以他们必然无所成就。而曹公智略过人，是代天所授。你要是从了吕布，可以暂时保住老母以及妻儿，但吕布迟早会被曹公打败，到时候难免会玉石俱焚啊。如果你能守住范县，我去守住东阿，那么我们定会建立战国时期的田单之功。靳允听完后含泪表示，他将誓死保卫范县，定不敢与曹公有二心。稳住范县后，程昱又立即派人封锁了仓亭津。黄河在这一带是东北走向，濮阳、鄄城、范城、东阿都在黄河以南。只要鄄城没有拿下，陈宫就不敢从南岸绕过鄄城去攻打东阿。他们只能从濮阳北渡，从黄河北岸前行，再从仓亭津渡河，才能去攻打东阿。于是程昱堵住这个渡口，就可以延缓陈宫的进军速度。借着这个时间差，他抢先到达了东阿。东阿县令早知敌党意识很强，他早已做好了守城的准备，这让程昱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在荀彧和程昱的坚守下，终于将鄄城、范县和东阿连接起来，并防守了下来，等待着曹操回军救援。那么曹操回来后能够打败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